大家好，我是李灿啊，新年快乐啊，事事如意啊。这并不是我这个发音有问题啊。大家说，哎，不是应该事事如意吗？啊，这个巳呢其实是12地支之一啊，对应的是蛇啊，因为今年是蛇年啊。今天不是教大家这个文化的知识啊，咱们继续边走边聊。这个呢是我的家乡啊，浙江省龙泉市茶田镇下虞村啊。然后其实啊，隔这个溪水相望，对面呢是下堡村，就我外婆的家。这是我从小生活的地方。很多看过我这个故事的人，比如说田野中的岛屿这个故事的人都知道啊。我当时说，哎，这个村子分为上下两个部分，上面那个部分呢是墩里头，其实就是之前这个盖房子还是怎么样，从哪里挖出很多土呀，把它堆成了这个高地啊，只有4、5户人家啊。然后呢，这个夏天的时候啊，这个绿油油一片呢，就像田野中的岛屿一样啊。确实，这个地方对我而言有很大的意义。其实我在很早就离开了这里。我刚才在路上还遇到了一个人，他停车下来问：“哎，你是灿灿吗？”我说：“是的。”因为小时候都是这样叫小名的嘛。虽然很奇怪，都将近40岁还被叫做灿灿，因为在中国这个叠字的话，只有小朋友才会这样去叫啊。当然，你的亲人可能也会这样去叫你。但是其实我已经忘记他是谁，仿佛记得是小时候的一个玩伴吧。但是他住在下村，我住在上村。就是我父母大概是在我小学2年级的时候到县城里去，创业去了，然后在村里留了1年。那个时候我就和我奶奶住在这个上村那块啊。那个时候挺孤独的，我不怎么喜欢和下村的孩子玩了，本来就玩的比较少，所以其实等到我回来的时候，我会发现很多人我都已经不认识了。就因为从3年级开始，我就搬到县城里去住了，然后特别奇怪的有些事情，就是我甚至有点去刻意去忘记这些事情，这种感觉，真的。这是让我特别困惑的一个地方。因为前天我的一个表哥来了，他在和我回忆说，他当时暑假的时候就和我2个人就住在我奶奶家啊。当时他还带了他的孩子，双胞胎啊。他的双胞胎的孩子名字还挺有意思的，一个叫左左，一个叫右右，比瑶瑶可能大2岁吧。他说：“哎，当时和你这个叔叔啊，我们2个就在这儿，什么去游泳啊，还有晚上追萤火虫啊等等。”我脑子是一片空白的。我为什么突然提起这个事情呢？就是让我突然想到了过年回来的时候，我和我爸聊呢，我说我也挺奇怪的，其实我这个性格和你和我妈挺像的，我是一个外向型的人，就是我很喜欢热闹，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慢慢的变得有点内向了。我爸说也是哈，可能是转学转太多啊等等啊。我说其实好像真正转变的一个点，就是在当时你和我妈去这个办厂的时候，就是县城里去办家具厂的时候，从那一年我和奶奶2个人生活在这里的时候，仿佛这一年对我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。我现在已经快40岁的人了，我脑子里还是会不断的回到这个时光。这个时光它不是说特别美好，但是它对我有非常大的意义。就是我每开始写故事的时候，那段时光就会不自觉的跳出来，而这段时光呈现出来的一个状态，它是经过我的这个加工处理的，我的记忆在加工处理的，它不是原来原始的模样。就是你回到这个地方，你在看这个乡村的景象，
你会觉得，哎呀，你看地上都有很多鸡屎，对不对？这块其实也不是说特别漂亮，但是在我的回忆里，在我的想象里，它是被加工成一个比较完美的这么一个地方，像世外桃源这么一个地方。它在我的记忆中越美好，它其实对我而言，那段时光就越孤单。就是其实我是觉得那段时光对我而言是一个心结。我觉得人真的很有意思，不管多大，很多事情都可以往前追溯，而且这些事情可能在一定程度上都是你的心结，都是你想逃离，但是又不得不面对的一些事情。我今天为什么会聊这些事情？大过年的，你就不能聊些开心的事情吗？不能的，因为说实话，这回回来给我感慨挺大的，就是有一点啊，就突然让我意识到了一点。我那天和我老婆几乎是带有一定的吵架性质的这么一个事情，就是我在这里的一个状态，我自己觉得我挺享受的，就是突然之间，因为其实平常和父母隔得很远，一年到头也见不到一两回的，回来之后突然有一种做孩子这种感觉，特别是回到这个环境里头，特别是我们家现在就是盖的那个房子，是之前在老房子的这个基础上，把老房子推倒了，重新盖起来的这么一个房子。包括那个灶台的位置，灶台就是烧饭那个地方，和之前是同样个位置，就是它里头本身就有很多回忆在里头，然后交织在一起，就是仿佛让我回到了那一段时光，让我觉得就是那一段时光它突然之间给了我一定的补偿的作用。让我突然之间想，像一个孩子一样，我希望得到父母的关爱、关心、疼爱，希望他们以一个父母的角度去看待我，所以以这个方面我是很享受的。所以我觉得好像我对我父母回来之后有这种依赖的感觉，然后这点倒不是让我特别的吃惊，对不对？这其实一直以来是我的一个心结吧。很早就和父母分离了，2年级的时候还很小，7岁左右，所以对我整个人生产生非常大的变化。这点其实没什么好吃惊的。后来就是我父母办厂之后，其实也很忙，就是和我真正的陪伴是比较少的。所以我一直以来，我虽然是一个很外向的人，可能很热闹，我很喜欢逢年过节，我特别喜欢热闹。所以到西安之后，我老婆那边那种状态让我很不习惯，就是他们完全没有过年的那个状态，一点都不热闹，非常的冷清。但是我又是一个看起来、感受起来又挺内向的人，这是让我特别觉得神奇的地方。对，这点不是最重要的，最重要的是什么？我老婆和我说，就说其实从她的一个旁观者的角度看来，不是我对我父母的依赖很多，而是我父母对我的依赖变得很多了。我在那一刻突然之间明白了，就是我马上40岁了，我父母也渐渐老去了，他们不再像年轻的时候那个状态。因为我为什么会说到这一点呢？就是因为我一方面当然对父母有这种依赖的感觉，一方面我有一种惧怕的感觉，就是我会习惯性的顺从他们，习惯性的以他们为权威，就是说他们说比如说今天该干什么，明天该干什么，其实我没有哪怕生出一点点的想法，就是说那么我今天其实想干点别的事情，
但是父母说了今天应该去哪个亲戚家，那就应该去啊，就像我还是孩子的时候一样。其实，后来我老婆这样对我说了这样一句话，就是说，其实现在从她的旁观者的角度看来，更多的是父母对我的依赖，而不是我对父母的依赖。他们慢慢变老了，对，确实是那个状态。平常就是不能平常以前往年的时候，就是我们一般情况下大年初二会去姑姑家去拜年，初三呢去这个伯伯家拜年。我会觉得这是一个必须做的这么一个事情，因为父母一直以来是这么做的，也是一直以来带着我去这么做的。包括我老婆以前回来的时候，也是跟着我这边去做的。但这是一定必须做的事情吗？我从来没有过怀疑，没有过质疑，没有过任何一丝丝的觉得说啊，我不应该，也没有必要吧。假如我有别的事情要做的话，所以我老婆突然之间点醒了我，就是因为我老婆对这边这个也不是特别习惯，但同时说实话，我也慢慢觉得，就是亲戚回来之后，其实已经聚过好多回了，也没有必要就是今天在你家聚了，明天在他家还要再聚，反反复复的聚来聚去，也挺累的。也而且吧，这边人吧，就是过年的时候就是喝酒这个状态，所以后来那天我就和我爸说，哎爸，我和你商量个事儿，明天我想带我老婆和瑶瑶去这个县城里逛一天，带他们看看电影啊，吃点好吃的，然后那边还有一些活动什么的。然后我爸不假思索，就是甚至感觉没有任何思考的时间，就直接回答说去呗，你们去呗，反正就是我们现在我们老人有我们老人的这个习惯，你们年轻人有年轻人这个习惯，你带他们去吃点好吃的，好好玩一玩。我在那一瞬间特别的吃惊，你知道吗？那这是我从来没有过的一个体验，因为我一直以来会觉得我应该听从我父母的意见，甚至其实说实话，就是我对我父母有很多的误解，我觉得他们应该怎么样。我一直以来就是觉得我父母可能也特别在乎这种传统，就是说过年的时候应该一大帮人在这一起吃饭呢，和亲戚一起吃饭，年后亲戚们走亲戚，你到我家吃，我到你家吃，我从没有质疑过这个事情。但是就是过年期间又发生了另外一个事情，就是我妈突然发烧，然后感冒了。发烧那天就我老婆给她量一下体温，38度多，后来给她吃了一个布洛芬。就我老婆是随身会带药那种人啊，这个烧就退了，但是烧退之后她整体非常累，因为过年回来就是还没开始过年的时候，她就开始准备各种东西，把自己搞得特别特别累，而且毕竟说实话，年龄摆在那块了，就说上年纪了，体力肯定大不如前了，而且她其实说实话，往年的时候，身体就是过完年之后都会特别疲惫，而且我妈以前是做过手术的，把脾脏给割掉了，所以她本身体力不是特别好，所以她基本上就是躺了，那天发烧之后，第二天开始躺，昨天就开始躺了一整天了，今天还躺在床上呢，就是她可能自己也想借这个机会休息一下。我妈是那种这种传统意识很强的人，她觉得我应该做什么，应该做什么，而且很在乎面子的这种人。但是在那生病的这个掩饰下，我是这样想，她觉得我终于可以放松下来了。后来呢，她就是我们昨天去玩的时候，她和我小姨他们都打电话，就说本来是今天要请客在我们家吃饭的，还让我老婆去做一些面食招待一下大家。我妈当时就是
把他娘家的人，还有我爸他们家的所有的兄弟姐妹都召集，说今天在我们家吃饭，要大办一场啊。然后让我老婆还做肉夹馍什么的啊。我老婆也想，就是说实话也想让他们开心一下，而且觉得难得回来，那就做点肉夹馍什么的。但是我妈昨天因为身体状况不行，后来就说今天不办了。然后后来突然有了一个不一样的这么一个讯息，就是我小姨他们，当然说我妈身体不行，那就不办了，不要太累了。就是我小姨他们今年有了一个新的形式，就是他们那些亲戚，小姨他们那边的亲戚，大家都没有在家里请客吃饭。怎么说呢？今年大家就是全部亲戚在一起，在外面商庄里头订了4桌这个酒席，在那一起吃饭，然后最后大家竟然是每个家庭出一些钱 ，AA 制，这样大吃一顿，什么也不用操心，就好了，就结束了，大家也开心，也不累，然后这个年的这种感觉，这种也尽到了，互相都拜年了这种感觉。然后我妈突然也有个想法，会觉得为什么我们要一直坚持这个传统，不这样做呢？后来就昨天晚上我回来之后，我爸昨天晚上是在我伯伯家吃饭的，然后回来之后也说他们兄弟姐妹突然之间也觉得，这个形式挺好的，为什么一定要大家都这么累呢？而且现在大家都慢慢上年纪了，就是在家里大摆宴席真的很累，要准备这么多人的饭菜，然后还要洗碗啊什么等等啊，特别特别累。他们感觉好像也有点力不从心了，就觉得明年的话也不用这样到每家人吃饭了，大家就在外面大吃一顿也可以。或者另外一种形式，就看一看有没有那种人，就是能把厨师直接请到家里，给大家做一顿饭，做完饭之后全部收拾完了就走。我知道在城市里应该是有这么一种形式的。其实在城市里也有很多人过年的时候就在外面，就是直接在酒店里就吃年夜饭，自己不用管了，就是大家都会让自己过得越来越舒心，越来越简单。在农村里还固执的这种一定要这种习俗，但是确实挺累人的。就是我在那一瞬间突然会觉得，所有人其实他都不是固定不变的，所有想法都不是固定不变的。很多时候是我们把自己限定在一个状态里头。就像我和我老婆说，就是所有人都在改变，而我的时间却停滞了在过去那段时间。对，就是我的想法的状态会停滞在那一段时间里头。我以为我父母会这个样子，我以为他们会这样去想，我以为他们完全不可能有任何变通。其实他们一直在变，只是我不敢和他们交流。这个好像是中国的父母和孩子之间一个很大的问题，就交流的特别特别少。特别是这个其实会，可能小的时候孩子想和父母交流，父母不愿意，等到父母老了，父母想和孩子在交流的时候，孩子可能也不知道该怎么和父母交流，所以就会变成这么一个很大的问题。今年突然之间让我真的觉得我已经长大了，就是我知道我已经长大了，在平常生活中我知道我已经长大了，我是一个大人了，但是我会仿佛之间觉得自己还没有长大，我还停在一些状态里头，还停留在过去。所以现在我知道是时候了，在父母跟前我也应该长大了，我也应该承担起来更多东西了。当然我其实还
这个地方它仍旧是我的一个精神家园。我也可以和父母，我觉得真的就是不断的去说这些东西，去写这些东西，会让你的这个想法越来越清晰，对自己的认知越来越明确，你就会知道啊，原来我是这么一个状态，我可以通过不断去各个角度去进入这么一个状态，让自己过上一个更好的这种生活。其实这个可能就是我真正回到这里的意义。而且还和大家说一个消息，就是明年过年的时候，我不会再回到这里。我们全家决定啊，明年过年的时候去东北过年，那就真真正正的把这所有东西都抛下了，就去轻轻松松的去过年就行了。我觉得人生在世，何必如此的辛苦？人生在世，可能真的可以通过不断的去调整自己的认知，然后通过你的调整，然后会带来父母的调整，带来你身边人所有的人的调整。我觉得生活可能真的会变得越来越不一样。我们很多人就容易困在过去，困在自己的过去固有的认知里头，就像我一样，我们很多时候跳不出来。其实，而且我们很多时候会有这种感觉，就是说凭什么是我去改变？凭什么别人不做改变？但是你要知道，改变这个事情，它真的像多米诺骨牌似的。但是假如没有第一块多米诺骨牌，它是永远会静止不动的。我们何妨让自己先做这第一块骨牌呢？你动了，整个多米诺骨牌阵才能真正的倒下去，是不是？所以这个其实应该就是我今天和大家诉说这么一个主题吧。因为边走边聊节目就是这么漫长、随性、啰嗦，就是这个样的，就是改变自己。新的一年改变一下自己，变成更好的自己，也同时能拥有更好的关系，更好的生活。这个其实也是我对大家新年的祝福吧。更好的自己，更好的关系，更好的生活，更幸福的生活，事事如意。这个就是我们老家的风光啊，和以前也完全不一样了。但我们不能永远停留在过去，对不对？好的，那今天咱们就到这儿吧，再见了。